老裴，你这鸡连铁爪王一个回合都撑不过，还斗什么？急什么？我的鸡还没热身呢。你们不懂，这叫后发制人。那个，今天出门急，没带那么多钱，这个先抵着。哼，拿这破烧火棍糊弄谁呢？老裴，你这剑恐怕是哪里的报废品吧？连个铭文都没有。铁匠铺5文钱一把的处理货都比这个强。那也是剑，而且这把剑是绝世的好剑。你们不懂，这叫内敛。拉倒吧，钱记着，下次再还。那再来一局。成，来，我今天非要让你心服口服。等我把之前花了100万灵石买的斗鸡拿出来。100万灵石？上古灵种，血脉返祖，养在灵泉里60年才孵化。你们没见过世面，不怪你们。老裴，你这玩笑都能把天捅破了。你要是说把茅厕里的石头当成灵石花，我还能相信。你们不懂，这是内敛的神物。仙人，仙人保佑，仙人保佑！麻烦各位出来一趟，此处有要事处理。这咋啥也看不到、听不到啊？天眼宗长老秦仲拜见师叔。我最烦这种繁文缛节，有事快说。师叔，晚辈代表宗主，请您回天眼宗。回去干什么？继承宗主之位。你再说一遍。宗主之位本就是您的，当年老宗主将宗主令牌传给您，您不告而别。现任宗主他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齐衡那小子不是挺能折腾的吗？师叔有所不知，现任宗主在位167年，宗门事务10有8九是我与大长老在打理。宗主他老人家每天就是斗鸡，连早朝都不上。他上个月还溜去凡间斗鸡大会拿了冠军，奖杯放在议事厅正中央，谁劝都不让动，还说这是他为宗门争得的荣誉。所以你们想让我回去当宗主？正是。他喜欢斗鸡还是跟我学的，我比他更喜欢。这凡间多好，谁愿意当什么宗门宗主？宗门争斗压力多大，一天到晚勾心斗角。师叔，宗规第3章第7条，凡宗门弟子皆须听从宗主调令，违者按叛宗论处。你在威胁我？晚辈不敢。您从未递交退宗申请，宗门花名册上您的名字至今未销，依规您仍是我天眼宗弟子。我现在就退宗，流程提交书面申请，长老会审核，宗主批准，公示30天，最快45天，期间仍需遵守宗门一切规定。你们算计好了。师叔言重了，只是不日魔族即将进攻，宗门需要您回去主持大局。师叔，告退。难道魔族真的要再次发动战争了？哎呦喂，那是小叔吗？这身衣裳是仙人的衣服吧？这料子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见过，了不得！前些日子从咱村路过的那位仙人穿的衣服都没这个好看，这上面的云纹还会发光的。小叔出息了啊！咱们清溪村几百年才出你这么个人物，老裴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小叔，老裴这回可得意坏了吧？养出个仙人儿子，他天天斗鸡，没想到儿子这么争气。各位叔叔婶婶，过奖了，都是运气。这气息至少是长老级别，看来我的天才之名已经传到宗门核心了。这是专程来我家考察，爹还总说我没天赋，这下看他还怎么说。叔叔婶婶，我先回家了，
回头再聊。好嘞，快去，替我们向老裴问好，告诉他儿子光宗耀祖了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些日子跑哪儿浪去了？家都不回，我还以为你被野狼叼走了。我是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去，你去也白去，输了，死心了吧？我就说你不是那块料。正好，去把那边的糠办了，鸡快没吃的了。爹，你没看到我身上这件衣服吗？看到了，办场又不用手，用棍子，衣服脏了洗洗就行。爹，我现在是天眼宗宗主亲传弟子，喂鸡这种事我不能再干了。喂鸡，我都宗主亲传了，还让我喂鸡，传出去多丢人！宗主亲传怎么了？鸡不吃饭怎么下蛋？不下蛋我们吃什么？你当宗主亲传就不用吃饭了？对了，爹，宗主给我赐婚了，圣女于若曦。圣女？天眼宗的圣女不就是宗主的女儿吗？连自己女儿的婚事都拿出来算计，这是想把我儿子绑上对抗魔族的船上啊！齐衡这混账！你确定是把圣女指给你为妻？啊，宗主亲自说的，当着所有长老的面。他堂堂一个宗主，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，搞包办婚姻？爹，你干嘛呢？宗主那可是天眼宗的宗主啊，天下第一宗的宗主。宗主咋了？就算他是神仙，我也照样打。爹爹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咱还是要点命，您别冲动。那王八犊子怎么会把圣女嫁给你？他安的什么心？我咋知道啊？收徒典礼上宗主金口玉言，那么多长老听着，我能怎么办啊？我又不能当场拒绝。那你为什么不提出退婚？爹，收徒是我断了2根肋骨才赢下来的，万一宗主度量小，那我不是白挨打了吗？您就不能体谅体谅我？你为了宗主首徒之位不敢拒绝他，我敢啊！我去！我倒要问问他，凭什么把我儿子往火坑里推？爹，那可是天下第一宗啊，动动手指一座山就没了，咱俩就是小虾米就别……剑修，最主要的是骨气，你没有，我有。让开！别，我去退婚可以吧？你就在家等我的消息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只能先骗骗我爹了，要是真闹上宗门，说不定连人带鸡都会被砍成臊子。先稳住他再说。既然你不愿意和我离开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一个人在村里好好过。不是还回来吗？屁股还没坐热就要走。这次回来是想着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享福，顺便感受天地灵气。这地方灵气匮乏，对修炼不利，我要尽早回去修炼，不能耽误。那既然回来了，就吃个饭吧。这确定能吃啊？爹，您这是给人吃的吗？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吃的？那时候你怎么不嫌弃？爹，我要走了，你知道了吧？不能吃了，吃坏肚子怎么办？咋？刚当上宗主弟子就忘本？你小时候不就是吃这个长大的？这明明没问题，你们这些人嘴越来越刁了。这是……爹，这是什么？
不关你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不会又是哪家姑娘给你的信物吧？爹，您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姑娘看上您？你那脑子里天天装的什么？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拉倒。不吃，我走了，您自己保重。没什么毛病啊。路上小心，到了宗门记得写信。魔族要打过来了，宗门那帮人怕是扛不住。罢了，我回趟宗门，暗中护着点，顺便盯着那臭小子，别让他被人算计了。又吃错了。老裴，咋样？仙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给了你什么仙丹？没。那仙人是不是找你麻烦了？你看，这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是不是被收拾了？不是，这是我吃错。行了行了，你别狡辩了，得罪了仙人可别连累我们，我们还想多活几年。我下地了，我娘子叫我吃饭。至于吗？就是吃坏了肚子。等到了儿子那儿，先要吃顿正常的饭，不能再这样糊弄了。还是你耐造，别的鸡都死了，就你还活着。去吧，去找我儿子。什么东西？我的保护罩呢？被一只鸡穿破了。这鸡什么来头？我决定搬到天眼宗脚下了，到了给你写信。之前说死也不离开清溪村，现在就要来投靠我，这个爹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靠谱的话？师兄，你是在给一只鸡治疗吗？这一定是师兄在卷我们，连鸡都要救。师兄的医道修为又精进了。可那只鸡好像不太想活，它是不是在寻死啊？不想活是吧？今天给师弟师妹加餐，鸡汤，见者有份儿。好香！师兄这是什么神仙厨艺？裴师兄大方，跟着师兄有肉吃。报错，谁先谁后？我先，谁也别跟我抢！我爹喂的鸡毒性也这么大呀？他到底为了什么？站住！进城干什么？找人。找人？这里面住的都是天眼宗弟子，个个都是修仙之人。你一介凡人，穿成这样，找谁？裴萧。裴虚师兄，你找他干什么？他可是天骄榜第1，宗主亲传，未来的圣女夫君。他是我儿子。你是裴俗师兄的爹？你看看你这身打扮，裴俗师兄可是选拔赛第1，宗主亲传，未来的圣女夫君。他要是你儿子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圣女即将大婚，这段时间不让闲杂人等进，这是规矩，谁也不能破。大婚不是应该取消了吗？取消？谁能给你取消？宗主赐的婚，你说取消就取消。你这人怕不是得了癔症？还站着干什么？走不走？别耽误我们值守。再不走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先看看这个。假的，竟敢私自伪造宗门令牌！说，这是谁给你的？同伙在哪儿？这不是假的，你们可以用灵力试探一下，上面的铭文需要宗门灵力才能激活，这是常识。就这，作假也不知道紧跟时强，令牌的灵力纹路早就换了，10年前就换了。你这块就算能发光，也是老掉牙的旧货。我看你就是魔族奸细，专门来试探宗门机密的。最近魔族探子活动频繁，你来的正好。来人，
把这个奸细抓起来，押回去审问。别让他跑了，围住，进城。怎么回事？为何喧哗？师叔，此人声称是裴苏师兄的父亲，还拿出了一块仿造的宗主令，想要混进城。我等怀疑他是异族的，正准备将其拿下。令牌的质地和纹路确实像真的，但灵力纹路对不上，至少不是目前宗门在用的那一套，像是几十年前的老款。令牌是假的，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按规矩处置，先关进地牢。是。天眼剑。外门长老赵松，拜见裴师叔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你们这几个小娃娃，功夫还没到家啊，以后多练练，别见了谁都先动手。对了，我来这里的消息，谁也不准上报宗门。谁要是说了，谁说了，谁就会暴毙而亡。我这个人说话算话。师叔放心，属下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就对了。你怎么这么慢呢？还不是因为你的鸡熬成汤竟然还带毒，让我们好几个师兄弟至今还在茅厕蹲着。爹，城门戒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是不是靠你儿子我的名声？哼，提你有什么用？提你差点让我被人当奸细抓起来。就您穿成这样，谁能相信你是我爹？你爹我穿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供你修炼？对了，那个婚事，你是不是还没有退掉？爹，你怎么又提这个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没跟你商量，我是让你去退。爹，退婚就是挑战宗主的权威。我一个亲传弟子，去跟宗主说我不娶圣女了，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？宗主一怒之下把我修为废了，甚至死都是有可能的。到时候谁给你养老？你一个人连饭都做不明白，鸡都喂不活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这婚不能退。那我自己去找宗主说。你一个平民百姓，连宗门大门都进不去，你找谁？你找门卫？那你自己去说。行，我去说，但不是现在，现在先吃饭行不行？儿子给您接风，请您吃东西。这还差不多。说什么？我没有请回裴师叔，没有请回。本座给了你多长时间？你连个人都带不回来。他不肯回来，不肯回来。本座只知道这个烂摊子再不甩出去，本座就要被活活累死。我已经想到方法了。宗规第3章7条是怎么写的？凡弟子皆须听从宗主调令。您可以借此让他回来。你再去，这次要是接不回来，就不要回来了。宗主自己去撕过牙。是。爹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茅房，我先去茅房，你先在这等我。年纪轻轻，身体状况竟然还不如我一个老年人。厕所在哪儿？啊，就是这儿了。这城里的茅厕怪精致的，不行了。这厕所的装修挺特别的。这位小哥，请问茅厕在哪里？乞丐？什么？我说你是乞丐吧？跑到我们剑馆来上茅房？这味道这么大，不是茅厕吗？哪来的臭味？都说了几遍不让在剑馆吃螺蛳粉，因为这个剑馆都被这个老乞丐认成茅厕了。可是螺蛳粉很好吃啊！我们剑馆不给连剑都买不起的乞丐提供厕所。我不是乞丐，我有钱，你让我先上，等会儿我儿子过来付钱。你有钱？我看你连我身上的衣服都买不起吧？还儿子，估计也是个小乞丐。我儿子是天眼宗天骄榜第1，宗主亲传弟子。你儿子是裴虚师兄？那我还是宗主呢，你怎么不说你爹是老宗主啊？这年头什么疯子都有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关主，这人是个乞丐，跑到咱们剑馆来上茅房。乞丐？这位先生，对不住，是我管教弟子无方，您请便。这把剑刚出炉，全当赔罪。几位弟子不懂事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关主，
我说了，请便，明渊。赔罪就不用了，我只是想问一句，你们监管怎么大白天关着门？我们开门关门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座剑馆是我父亲留下的遗产，这些年生意每况愈下，我花高价从二叔手中买来一套铸剑残谱，据说是高级铸剑师的秘传，本指望靠它重振剑馆，结果生意反而更差了。那把剑还不如我们原来的好。先生若没有其他问题，就请自便吧。你这剑确实垃圾。你个老乞丐懂什么？这把剑用的是北域寒铁矿的3等矿石，掺了一成玄。剑身的灵纹走的是三阳开泰的路子，但灵力节点排布有问题。第3节点和第7节点距离太远，灵力流转时会断层。可这把剑的炼制秘方是我花高价买的宗门铸剑谱，宗门铸剑谱不会流露民间，私买私卖是死罪。卖给你剑谱的人，要么骗你钱，要么是想害你。不过这套剑谱倒也不是全无用处，底子是对的，只是被人故意改坏了几个关键节点，改回来就行。怎么改？注入灵力时候先走少阳，再太阴，改用环拳，最后走太阴。快，按照他说的方法练一把。可是这，我们没什么输的地方了。什么声音？好浓的剑气，这剑馆里出了什么好剑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这剑手感不对啊，比普通令剑轻了3分，但剑气却强了这么多，怎么做到的？我看看，这灵纹走的是三阳开泰的路子，但节点好像不太一样。各位稍安勿躁，这把剑只是市场品。是作品就这么厉害，那成品还得了？卖不卖？我出双倍价，我出3倍。各位，这把剑只是市场品，成品还需要时间。弟子们送客。先生，您还在啊？刚才真是多谢您了。客气。那个先生，能不能帮我把馆里其他令箭也过目一遍？我可以复酬劳。酬劳就不用了，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，看到不顺眼的东西就想改。你拿过来吧。这把剑的剑尖太重了，重心偏前3分，改一下配重。淬火温度高了，剑身有暗纹，强度不够，重做。灵纹刻歪了，灵力走到这儿会漏，刮了重刻。您本身就是铸剑师吧？不是，我不会铸剑。那您怎么对剑的了解如此之深？练得多了，自然能分辨好坏。爹，我找了你半天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爹，我上个茅房的功夫，你就把馆主拿下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爹，娘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您续亲也是应该的嘛。你是裴居师兄，天骄榜第1宗主的亲传弟子啊！是我。原来是裴公子，先前多有怠慢，罪过。不必多礼，您帮我照顾我爹，我还得谢您呢，都是一家人。爹，您倒自由自在的，不像我被硬塞了个不知相貌的剩女，想找个普通人都没指望，没您这个艳福啊！再说一句试试。不行，还得去一趟。木姑娘，麻烦你把馆里所有零件都取出来，让铸剑坊好好准备。先生放心。少爷，您看那儿，裴修在里面。裴修，少爷，他抢了您的圣女，您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？这是宗门重地，闹起来不好看。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真以为您是好欺负的。他又不认识你，您就是进去恭喜他2句，能怎样？哎呀，这不是裴叔师兄吗？恭喜恭喜，好福气啊！刚被宗主赐婚，就在这沾花惹草了。你是谁？我跟木姑娘只是普通朋友，不要胡说。普通朋友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说普通就普通。我要是把这事禀报宗主，你说宗主会怎么想？裴叔，你知不知道我跟圣女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我本来已经准备请宗主赐婚了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抢了我的婚事，还在这装无辜。我出身微寒，横刀夺爱非我所愿，宗命难违。只要把你搞垮，婚事自然作废。到时候我让我爹去求亲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准驸马大婚在即，却在剑馆跟老板娘纠缠不清，天理何在？裴叔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禀告宗主，让他治你的罪。我跟木姑娘没有私情，没有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说没有就没有。她是我继母。木姑娘，求你了，先帮我过了这关。这人跟我不对付，他要闹到宗主那里，我性命难保。这怎么行？
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。林公子，我看他俩就是在演戏，哪有什么继母，分明是姘头。就是孤男寡女编了个继母出来唬3岁小孩呢。裴托编不出，你要是乖乖认了沾花惹草的罪名，说不定宗主还能饶你一条小命。就这德行？对，裴公子是我的继子，他父亲是我夫君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就是你爹，一个乞丐，随便从街上拉个人来冒充，你也太敷衍了吧！我就是裴叔他爹，亲爹。对，这是我亲爹。我来京城续降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！人家儿子出人头地后孝顺父亲续贫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就是，这有什么好闹的？既然是我误会了，那就算我错了。这样吧，我送裴修师兄一把剑，全当赔罪。少爷说了，下人就应该用下剑。我这里有一个上联送给裴修师兄：凤凰落草赤未干，却只配一柄朽铁。我儿子，别怕，有爹在呢。去，牵条狗了。下联有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吗？狗嘴衔袖同剑，牙虽利，终究是满腹废铁。你敢骂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秦少卿，这里是宗门重地，你注意分寸。宗门重地怎么了？我爹是2长老，就算我在这儿把你打死了，也没人敢管。儿子，不愧是大比第一。你们等着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秦仲，我倒要问问他，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？今天我就替他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爹，他们打我。裴师叔，犬子无状，今日多有冒犯之处，回去我一定严加管教。年轻人血气方刚，管教管教就行了。起来吧。裴师叔，晚辈此次前来是奉宗主之命，请您回宗门面见宗主。不麻烦你们，我本来就要去见宗主。爹，你要去见宗主？您到底犯了什么事？这是您的儿子，那就一起去吧。爹，见到宗主千万别乱说话，尤其别提退婚的事，千万记住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爹我有分寸。宗主，裴师叔带到。你就是裴林渊，见了本座为何不跪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跪？爹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跪？看看，我儿子都被你吓晕了。这是你儿子？你发什么疯？搞什么盗办婚姻？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，将她卷入和魔族的局，你干的叫人事吗？等等，你说这是你儿子？赶紧宣布退婚！不行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何况我还是一宗之主，说出的话绝对不能收回。那你想怎样？除非你来当宗主，带着宗门和魔族对抗。你打得好算盘，想让我替你当这个破宗主，门都没有。当年老宗主把位置留给你，你自己跑掉逍遥快活了167年。这167年，我替你扛了这么多事儿，你也该回来操心了吧？我就比你大几岁，凭什么非要我当？再说了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整天斗鸡，把宗门扔给长老们管，你这种人都能当，我凭什么不能不当？你当不当？不当！我还在做梦。行了行了，别打了。我一把年纪了，就算继承宗主之位也做不了几年，你打死我也没用。我没儿子，唉，宗门里的人都还没有成长起来，不传给你，还能传给谁？你没儿子，我有啊，让他代替你管理宗门事务不就成了？这倒是个现成的正统继承人，只是怕他接受不了。你看他刚才一听你说凭什么让我跪，就吓晕了。要是知道要当宗主，不得直接吓死他？慢慢培养嘛，年轻人多练练练练就行了。你先让他去打打仗，立立功，攒攒资历，过几年再提这事儿。有道理。
不过你得留下来帮本座分忧。如今人族宗门内忧外患，魔族在北方蠢蠢欲动，已经吞并了数个中小宗门。妖族也在边境急剧探子汇报，他们正在秘密谈判。一旦魔妖联手两面夹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要我怎么做？这是宗门兵符，本座要你统领3军去打退魔族。不去，我一把年纪了，打不了仗，你找别人。当年你跟着老宗主打天下的时候，那些魔族见你都绕道走，你一人一剑杀得魔军溃逃300里。现在宗中那些酒囊饭台，我一个都信不过。让裴叔去历练，我在后方指点。他行吗？从来没上过战场。我保证不会让儿子吃亏。他是我裴林渊的儿子，天生剑骨的血脉，不会差的。行，但兵符还是交给你保管，你说了算。我在哪儿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醒了，正好，你被发配去边疆打魔族了。什么？打魔族？爹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爹，我还没建功就先成枯骨了。魔族那是人打的吗？有我在，你死不了，放心去。行吧，我就知道认你这个爹就没好事。我这剑馆就这么大，也只能吸引熟客了。这客人还是太少了，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新面孔。那就把所有的令箭都升级一遍，不能只靠一把剑撑门面。说的容易，每一把都按那个标准改，材料和人工成本翻几倍，万一亏本了，可就元气大伤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说能行就能行。哟，侄女，你这小破店还没关门呢。二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卖给我的铸剑谱是假的。假？配方是真的，不过我改了几处关键材料而已。商场无父子嘛，侄女也不例外。做生意我凭本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你亲侄女。正因为是亲侄女，我才帮你认清现实。事实证明你不适合开店，不如把剑馆卖给我，我还能给你个好价钱，够你后半辈子吃穿不愁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遗产，我不卖。穆姑娘，你欠我的零食什么时候还？已经拖了整整2年了，还有我的3年了，利息都滚了多少了？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各位宽限几日，剑馆已经有起色了，马上就能赚钱。不行，每次都这么说，再不还钱我们就报官。好，我还，我砸锅卖铁也还。侄女，这是你当年借我的1000万灵石，白纸黑字，还按了手印儿，今天一并还了吧。你胡说，我只借了1000灵石，什么时候变成1000万了？上面写着呢，本人钱万贯借给侄女穆晴灵石1000万，遇特殊变故不还，可以剑馆作为抵押。看清楚了吗？你早就设计好了，那1000灵石是你故意借我的，骗我签了这张假借据。白纸黑字，还有你的手印，见官也不怕。你说我伪造，你拿得出证据吗？爹，女儿不孝，守不住您留下的产业，女儿对不起您。行了行了，别演了，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，招牌拆了，改成武馆。这地段开武馆比开剑馆赚钱多了。慢着，你谁呀？一个老乞丐，多管闲事儿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先生，别管了，他手里有借据，你帮不了我的。就算裴公子是天骄榜第一，也不能公然徇私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听说裴苏已经被发配边疆去打魔族了，自身难保，管不了闲事。你一个老乞丐拿得出1000万？拿不出来就别在这充大爷。1000万而已。1000万，叔叔说的算我送你的。够了，走，都走。先生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还不完，我一定慢慢还你，砸锅卖铁也还。不必还，你把剑馆做大做强就行。我一定好好经营，以前是为了父亲，
现在也是为了您。我要你做天下第一剑馆，光靠现在这点东西还不够。我去弄一本真正的宗门御用铸剑谱回来，等我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此处是铸剑河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走进来的，我要见长老。应该是来面试的铸剑师。要见我们长老，得先去把铸剑房打扫干净，这是规矩，谁来了都一样。见祝维阁长老还要先干杂活？对，不干就滚。我们长老不是谁都能见的。先去把那些剑胚清洗干净，淬火残渣要一点不剩。这东西还挺顽固。这不就干净了？杂质除掉了。除了，除掉了，那就去铸剑。宗主还等着试剑呢，别耽误功夫。可我本来不是来铸剑的。你进了铸剑岗的门，就得听我的。快点，熔炉烧着呢。看那。我练好了。你还真是个天才，这剑竟然还自带流光特效，我头一回见。那是，要不要试试？这能行吗？试试又不会死。对了，你来铸剑阁找长老何事？我不是来铸剑的，我是来找长老有事的。我还以为你是新招的铸剑师。宗主需要的灵剑送过去了吗？师祖，您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小小铸剑阁？老祖恕罪，弟子不知老祖在此。有铸剑谱吗？借一本。不错，比我想象的还全。师叔要这个做什么？您当年铸剑的本事可比这书上写的强多了。别管，回头还你。长老，刚才那位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老祖，还让他铸了一把剑。无妨，不知者不罪。可是，老祖铸的那把剑已经被送到宗主那里去了。看好了，这一招叫断月剑落山崩。宗主，别试剑，那是谁干的？本座要把他逐出宗门。给你，真正的宗门御用铸剑谱。先生，您从何处得来的？这可是宗门机密，外人看一眼都是死罪。别管从哪儿来的，赶紧让铸剑房照着做。这些天我看你们管理的剑底子都不差，就是手法太粗。明目张胆用宗门铸剑谱，会不会招来祸端？万一被人举报，你不说，谁知道这是御用的？来剑馆的客人，有几个能分辨出来的？放心用，出了事我兜着。有我在，想成为天下第一剑馆，这只是开始。先生，剑是好剑，可知道的人太少。之前剑馆名气臭了，现在大家都不信咱们。恩人，恩人在哪儿？义父，您比我亲爹还亲，今天是特地来认您做义父的。你吃错药了，你爹知道不得打断你的腿。我爹说了，若不是您冒死向宗主退婚，他哪有机会去求娶圣女？如今宗主已将圣女许配给我了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退婚本来就是要退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起来，别搁这丢人。
怎么没关系？不是您退婚，我爹哪有机会再去求娶？如今宗主已经赐婚了，我特地来感谢您。这烧鸡是我从京城最有名的铺子买的，您尝尝。行，恭喜你，以后谨言慎行，别再像以前那样张扬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圣女，我饶不了你。义父教训的是，我一定痛改前非。您看我最近都没去找裴兄的麻烦了吧？行了，没事就回去吧，我还要做生意。这是义父开的剑馆，不是我的。懂，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不说这个，义父要做生意，我来照顾生意。快坐下，给我点几把剑试试。好剑，比我们执法庭配的剑强了不止一个档次。有义父在，成为天下第一剑馆指日可待。借您吉言。哟，侄女儿，生意不错呀，二叔来看看你。你还有脸来私自篡改借据，骗了我那么多钱。侄女这话说的，我这不是看你生意不好，来照顾照顾你吗？二叔心里还是有你的。我生意好得很，不欢迎你，出去。开门做生意，没有把客人拒之门外的道理吧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何其生人。别急，看看他们搞什么鬼。上剑，把你们最好的剑都拿上来。二叔今天要好好品鉴品鉴。老爷，这剑的品质比之前好了不是一星半点，这手感跟咱们武馆的货完全不一样，很多剑型都没见过，又精良又新颖，怕是真请到了什么高人。这破剑馆怎么突然活过来了？穆青这丫头哪来的门路？老爷，要是真被他们盘活了，咱们的武馆就客源都会被抢走。哼，放心，就算盘活了，最后也一定是我的。大家快看，这剑里有杂质，这么大的裂痕看不见吗？这是要出人命的。穆老板，你这是以次充好啊！拿这种劣质剑糊弄客人，良心被狗吃了。万一客人试剑时剑断了伤了人，你负得起责吗？不可能，我每把剑都经过严格检测，绝不会有问题。这把剑是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你店里的，大家评评理。不可能，我店里的每把剑都经过严格检测，绝不可能有杂质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这就是从你店里买出来的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侄女啊，二叔也是为你好，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能这样爆坏，不如把剑馆卖给我，我替你守住这份家业。你终于说出真正目的了。现在只是发现杂质，万一哪天剑在客人手里断裂伤人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卑鄙！证据就在眼前，你要不给个说法，我只能去执法堂告官了。我亲眼看见，杂质是你自己放进去的。就在刚才，你左手换剑的时候，袖子里掉出来一小块铁渣。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店里的人可以作证，是你栽赃。那就别废话了，去执法堂让宗门来判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爹是二长老，我也是执法堂弟子。今天这事我说了算，把他抓起来。对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你们干什么？抓错人了！认得我，那就好办了。钱万贯，你栽赃嫁祸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秦公子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证据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误会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要么我去立案，要么你把这些材料的杂质全部剔除。秦公子，小的跟您无冤无仇，何必为难小的？正因为无冤无仇，才能匡扶正义。替这么喜欢制造杂质，这一店怎么够？我吩咐全城剑馆把所有残册剑的杂质都收集起来，让你一次踢个够。秦公子饶命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义父，我这次算不算大有长进？大有进步。回头我在秦仲面前替你说两句好话。义父放心，以后但凡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含糊。先生，二叔今天吃了这么大亏，
他那人睚眦必报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了解他，他一定会想更毒的法子来对付我们。你说的对，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，不能让他隔三差五就来闹一次。斩草要除根，打蛇打7寸。义父，大喜事！宗门的授权下来了，咱们剑馆成为官方唯一认证的构剑方。真的？这么快就批下来了？我还以为要等1个月呢。有了这个，看谁还敢来剑馆找茬。钱万贯要是再来，就是跟宗门作对。义父，听说您要请人剪彩，我爹可是二长老，要不我请他老人家来撑场面，他面子大，往那儿一站，谁都不敢闹事儿。二长老身份还不够，我要请就请最好的人。更好的人？谁啊？宗中比我爹名士大的可没几个，难道您要请太上长老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急什么？那要不要我提前通知我爹准备着？万一那位大人物没来，也可以让我爹顶上，总不至于冷场。不用，他一定会来。我说他会来，他就一定会来。宗主，起来起来，别整这套虚的。裴林渊，你上次铸的那把破剑，让本座在弟子面前把脸都丢尽了。你知道那剑断成几节吗？3节。你能用上我亲自铸的剑，不应该以此为荣吗？多少人想用，还没这福气呢。你知道他连我一招都没接下吗？不过看在上任老宗主的面子上，本座愿意赏脸，给你的店剪彩。剑馆不是我开的，是我帮穆姑娘开的，她是老板。那本座不剪了，除非剑馆归你所有。这店要是归你，本座才剪。先生对我恩重如山，又救剑馆于危难，我愿意将剑馆送给先生，绝无二话。就算先生不要，我也要硬塞给他。赠送哪有结婚好啊？正好，本座今日在此为你们当见证人。穆姑娘，你可愿意和裴林渊结为道侣？我愿意。好，本座今日就为你们证婚，天地为证，宗门为凭。行了，赶紧准备准备剪彩了，别耽误了吉时。知道了，也不知道你这铸剑手艺会不会败我的名声。要是剪彩的时候剑又断了，本座的脸往哪儿搁？我再差也比你的斗鸡本事强。你那只铁爪王上次输给我家芦花鸡，你忘了？斗鸡我认输，铸剑你可真不一定比得过我。本座当年也是铸过剑的。你上次差点把铸剑阁炸了的那位，整个铸剑阁的房顶都被你掀了。哼，不信我当场给你露一手，让你开开眼。今天不铸出一把好剑，本座不走了。等着，本座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好剑。先生，您和宗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怎么对您这么随意，还敢跟您斗嘴？他在宗里憋久了，出来找点事儿干。有了他剪彩，以后不怕人闹事了。钱万贯要是再来，那就是找死。外面怎么了？动静不小。侄女，这是我女婿雄霸，执法堂大弟子，刚从魔族前线下来的，给弟兄们换工去。识相的把好剑拿出来，把你们最好的剑拿出来。我丑话说前头，剑要是不好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掀了这铺子，赶紧出去！这可是宗门脚下，宗主眼皮底下，你们敢？闪开！不过是仗着家世的小辈，也敢拦我？来者即是客，让他们进吧。剑馆开门做生意，没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。可是，他们明显是来找茬的。齐恒还在铸剑房里没走，怕什么？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，死得越惨。上剑！所有好剑都搬出来，也要一把一把试。兄哥，这质量是真不错啊，比咱们军中的强多了。要不就算了吧。闭嘴！那也要把这店给我掀了，不掀店，老子怎么收钱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，连柴刀都不如，砍柴都嫌钝。你们看看这剑刃都卷了，敢拿次品糊弄老子！弟兄们，给我砸，一样不留！这些剑都是本座亲手铸的，谁敢砸？宗主饶命！小的不知宗主在此，小的该死！什么？这是天焰宗宗主？不可能！你在边关吃了败仗，本座不治你的罪已是天大的恩典，竟敢回京欺压百姓，砸本座亲手铸的剑！来人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，永时不得释放。兴致全被这帮混账扫光了，本座今天心情全毁了。跟这种小人置什么气？不知道，来喝口茶，消消气。请问裴林渊先生在吗？先生在后院斗鸡，夫人是来买剑还是定制？我想请裴先生用这块矿石铸一把剑，材料自备，酬劳3000灵石。这石头有点不对劲，这是噬魂铁，
埋藏于古战场3000年以上，吸收过大量怨念，寻常铸剑师碰都不敢碰。但我听闻裴先生是剑道第一人，必有办法。噬魂铁怨念很重，而且其中混有一股新鲜的杀气。这矿石挖出来不超过3个月，有人死在他旁边。先生果然高明。不瞒您说，这块矿石是我夫君的遗物，他为了抢夺这块矿石，被人暗算而死。我唯一的儿子也因此受了牵连，魂魄受损，至今昏迷不醒。你想用这把剑救你儿子？传说噬魂铁铸成的剑，剑印中会带有原主怨念的震荡，若以特殊手法铸成，那股震荡可以刺激受损的魂魄，让他醒来。传说终究是传说，弄不好一剑下去，你儿子直接魂飞魄散。我走投无路，才来求您。先生若肯出手，无论成败，我苏家欠您一条命。先生，把矿石留下，3天后给你答复。师叔，这块铁的怨念太重了，直接铸造，怨灵会顺着剑身反噬铸剑师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当场暴毙。那怎么办？不接了。有一种古法，用破煞阵将怨念分批导出，每导出一份，用寒泉浸泡3天，循环9次，怨念可去7成，剩下的3成化为剑灵，不仅无害，反而能增强剑的威力。破煞阵那不是失传了上百年吗？我当年闲着没事，翻过宗门的古籍，那就可以接了。需要9份寒泉水，每份必须取自地下300丈的活泉眼，普通寒泉不行。整个京城只有1口井能达到这个标准，在墨玉楼总调的后院。墨玉楼，那不是苏娘子的？她说她是墨玉楼的，所以她才会来找我。她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只有我认识破煞阵，也只有她的身份能拿到那口井的寒泉。那她岂不是算计好了？算计归算计，救儿子是真。明天我去墨玉楼取寒泉。先生跟我来，后院那口寒泉是我苏家祖传之物。你就是裴林渊，剑道第一人。虚名而已。取水。苏家祖训，寒泉不外借。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铸成剑后，墨玉楼有优先购买权，以双倍价格收购。这剑是苏娘子救儿子用的，你们买它做什么？墨玉楼收藏天下名剑，若此剑真能唤醒魂魄，便是无价之宝。我们不夺人所爱，但若有朝一日他儿子去世，剑必须归墨玉楼。我答应。成交。有意思。先生，您从来没说过您会这种阵法。因为用不上，破煞阵每启动一次，要消耗铸剑师3年寿元。什么？那您还接？我活了190岁，不差这3年。再说了，那女人的眼神，跟我当年看着你的时候一样。您别废话，把第1瓶寒泉给我。还有8轮，熬得住。我陪你。先生，您已经3天没合眼了，这样下去，剑没铸成，您先倒了。我没事，倒是你一直陪着，也没睡。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。先生，如果有一天您也像这样倒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那我就先把你教会，等我倒下了，你来接我的活。我才不学铸剑呢，太累。那你学斗鸡？滚！义父，外面来了3个黑衣人，说是墨玉楼的人，要强行带走那块噬魂铁。什么？苏娘子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让他们进来。裴先生，墨玉楼主有令，此事作废，噬魂铁需立即归还。苏娘子才是祸主，她不来，我不认。你敢违抗墨玉楼？我连天眼宗宗主都敢打，你算老几？退下！这是我个人的委托，与墨玉楼无关。夫人，楼主的命令，你敢违抗？我有先父留下的血谕令，见此令如见楼主，我命你们立刻退下。是。先生，抱歉，是我连累您了。楼中有几股势力在争权，有人不想让我儿子醒来。你的家事我不关心，剑我会铸完，但你要记住，你欠我一条命。铭记在心。剑胚在自主吸收怨念，有人动了阵眼。晚了，我已经改了破煞阵的走向，怨念会全部反噬到铸剑师身上。等裴灵渊一死，这剑就是墨玉楼的了。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本来想和气收场的，你非要找死。
你敢动我，墨玉楼不会放过你！墨玉楼，你先问问阎王爷收不收你。先生，让人把他抬走。另外，破煞阵的阵眼已被破坏，我需要重新克阵。先生大恩，我少说废话，你儿子的命你自己守好。建成了，建议温润平和，不会有反噬。你儿子能否醒来，看天意。多谢先生，此剑可有名字？叫慈心吧，取慈母之心，善念所铸。先生大恩，苏家永世不忘。这是之前承诺的3000灵石，外加这块墨玉楼客卿令。持此令者，得调墨玉楼暗卫一次，可查阅楼中任何非绝密情报。日后先生若有需要，墨玉楼必鼎力相助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告辞，愿后会有期。先生，那个令牌你以后会用吗？不一定，但万一哪天你我被人追杀，用这令牌吊几个暗卫挡刀，总比送死强。朝中那些将领全是缩头乌龟，嘴上说的好听，一上战场跑得比谁都快。边关接连吃败仗，魔族的攻势越来越强，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本座昨晚一夜没睡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裴苏在边关怎么样了？那小子有没有给你写信？你儿子很勇猛，已经立了几次战功，但情况不容乐观，粮草短缺，兵力不足，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。上个月他3000人对魔族2万，硬是守住了关隘。我亲自去边关，不能再等了。就等你这句话。本座在宗门等着你凯旋，你要什么支援，尽管说。想得美，等我通知支援，到时候你别又来得太晚。先生，有一事我反复思量，还是应当告知。说，墨玉楼暗探查到，魔族2王最近与边关某位诚信将领往来密切，此人贪墨军饷，私下调换粮草，边关将士已3月未得足饷。诚信，具体名字未查实，但此人女儿是天眼宗大能的妻子，颇为显赫。先生若日后往边关去，务必留心。多谢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先生保重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军营重地，闲人免进。送物资的。哼，你这一身布衣，浑身上下满是穷酸气，还送物资？你哪来的物资？物资在哪儿？我看你是魔族奸细，来打探军情的。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这是我爹，都退下！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战场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刀剑无眼，你快回去。我是来帮忙的，还带了零食，这里乾坤袋都是，够你们用一阵子了。哪来的零食？这么多，得值多少钱？宗主给的，我用不着，就送来给将士们。你爹我像是贪财的人吗？你不会是贪污了军饷吧？爹，你可别犯糊涂。这是我的钱，清清白白，每一块都有来路。你爹我虽然爱斗鸡，但从不干违法的事儿。把零食换成粮草和武器，尽快发放。弟兄们等不及了。将军，能不能换成食物？将士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。昨天有人啃树皮，今天连树皮都没了。什么意思？宗主拨的粮饷呢？哪儿去了？说！从未收到过，从入冬开始就没见过一粒粮。有人敢贪军饷，好大的胆子！将士们在前线啃树皮、喝血水，拿命在拼，居然有人敢贪军饷！查，一定要查到底，不管是谁，绝不姑息。这种贪官，抓出来砍了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老子当年在前线的时候，最恨的就是这种人。爹，边关太危险了，魔族随时可能打过来，有始无眼。你先回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敌人打过来，谁都跑不掉。我不走，我留下，多少能帮上忙。你爹我还没老到提不动剑。行，但你得待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。
我好保护你。你要是受了伤，我怎么跟木易交代？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，轮得到你保护？当年你还没出生，我就在战场上杀敌了。主要是您没一点生活常识。听说你铸剑的时候，把整炉矿石都倒进去了，还把铸剑阁的腐蚀液当水用，一炉剑胚加整袋矿石，有什么问题？不就是这样铸的？那是你们不懂。行，您说的都对，走吧，先吃饭。虽然只有野菜汤。爹，粮饷的事我查了3天，账面上一切正常，但弟兄们确实饿了半个月，昨天又有人饿晕了，这事不对劲。账面上正常，说明有人做了假账，做得越漂亮，问题越大。我当年在军中的时候就见过这种手段。这么晚了，元帅还在议事。嘘。下个月的粮饷到了之后，按老规矩办，6成送去我府上，2成给上面打点，剩下的2成发给那些兵。记住，账面上要写成战时损耗。元帅，6成是不是太多了？将士们已经3个月没见肉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会出乱子。万一哗变，出乱子？谁敢？我女儿是宗主夫人，这军中谁敢动我？照办，出了事我顶着。不急，让他把话说完，越多越好。唉，那伤病怎么办？药品也短缺，已经死了好几个了。上个月又死了5个，连棺材都没有，草席一裹就埋了。死了就死了，省口粮。裴叔他爹不是送了1箱零食来吗？明天你去盘点一下，全部入库，归我处置。那老东西还以为自己是来帮忙的，哈哈哈。去叫人，把人全叫来。裴林渊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是帅帐，退出去！信不信我治你个擅闯帅帐之罪？元帅，将士们在前线卖命，你在后方卖粮，这生意做得挺大呀。370万灵石，够买下半个京城了吧？你放肆！来人，把这个擅闯帅帐的狂徒给我拿下！来人！你的人已经被调走了，程旭，你贪墨军饷，克扣粮草，按律当斩。还有什么遗言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女儿是……刘颖石为证，还需要别的吗？账本、人证、物证一样不缺。程旭，奉宗主密旨，革去你统领之权，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女儿会杀了你们的。宗主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女儿，她救不了你，军法如山，谁也保不了你。程旭，元帅在位3年，3年里，他克扣军饷7次，贪墨粮草折合灵石500万，将士们饿着肚子打仗，他却在后方数银子。我就说，上个月我们死了12个弟兄，不是因为打仗，是因为没药。军需官说药材没了，原来是被这个狗官拿去卖了。我兄弟就是活活疼死的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程旭，贪墨军饷，克扣粮草，致将士枉死，数罪并罚，依军法关入大牢，随后问斩。将军，您替我们弟兄报了仇，我们在天之灵的弟兄们可以瞑目了。程旭的罪行不止这些，他勾结魔族，出卖军情，致使边关数次大败。今日杀他，是为军法，是为公义，是为你们死去的弟兄。
把程旭的罪行和处决经过整理成文书，快马送回京城。行刑后人头的去处也写明，一个字都不要漏。爹，程旭的女儿是宗主夫人，会不会……他爹杀了人就该偿命，这是军法，不是儿戏。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。你记住，当将领的第一条，对得起手下的兵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何会被关在这里？别怕，慢慢说，已经没有危险了。民女是附近村子的平民，被他们抓来的，已经关了3天了。这是魔族皇族的标志，你到底是谁？说实话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见过这个标记，它只属于魔族王族。我是魔族公主乌当，我可以指证你们这位程元帅与我二叔勾结，意图谋朝篡位。你们的军饷有一半进了我二叔的口袋。这是密信，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些信上写的清清楚楚。与魔族往来的密信12封，贪污军饷的账目370万灵石，还有私通敌国的誓书，铁证如山。程旭，你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哼，那又怎样？我女儿是宗主之妻，你们敢动我，就算回京受审，我也能无罪释放。到时候看谁吃不了兜着走。裴叔，你那个宗主之位还没坐热呢。勾结外敌，贪墨军饷，致使将士们饿死边疆，你还想全身而退？你以为你女儿保得住你？就地正法！父王被二叔杀害，我此生都无法亲手报仇。我逃出来的时候，亲眼看着父王倒在血泊中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如果让你做魔族女帝，你愿意吗？你可以亲手报仇。如果让你做魔族女帝，你愿意吗？你可以亲手报仇。你说什么？你能帮我报仇？你是认真的吗？不是骗我的。我帮你夺回地位，条件只有一个：魔族永不再犯此戒。你做得到吗？我要你亲口发誓。我吾当对天发誓，只要能手刃仇人，我什么都答应。天眼宗、修真界，凡人与魔族世代和平，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魂飞魄散。但我二叔篡位后，父王的救不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如今只剩下残兵败将，躲在山中苟延残喘，连饭都吃不饱。凭这点兵力，根本打不回去。我试过3次，每次都失败了，死了很多人。正面强攻，这里有一处险要关隘，黑风关，易守难攻，强攻只会徒增伤亡。而且守将是二叔的亲信，不会倒戈，至少需要5倍兵力才能拿下。只能从这条小路杀入皇城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这里有一条地下溶洞，直通皇城粮仓，只要烧了粮仓，城内必乱。你怎么对魔族的地形这么熟悉？这条小路连我都不太清楚，我从小在王城里长大，都没听说过这条路。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以前来过。说来话长，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。先活下来再说。动手，左翼3人，右翼3人，中间跟我来。记住，不要发出声响，谁出言谁死。裴凌渊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，至少有5000人。援军什么时候到？
别管我，继续冲，不能停，停下来就是死，往粮仓方向冲！你伤得太重了，不能再打了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你流了好多血。爹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你流了好多血，快坐下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你爹我命硬，死不了，先攻进去再说。粮草快没了，援兵迟迟不到。爹，我们可能出不去了，还剩不到300人。等，齐恒那小子不会下我们不管的，我赌他会来，他欠我一条命。你怎么伤成这样？谁干的？老子灭他全族！告诉我名字！齐恒，你比我自己预计的还是晚了些。我以为你昨天就该到了，是不是路上又斗鸡去了？赢了吗？来人，把裴林渊赶紧给本座抬下去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本座拿你们试问，用最好的药。全体弟子听令，进攻！今日踏平魔族皇城，为裴师叔报仇，一个不留。杀！一个不留，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。今日之战，不死不休！忠于我父王的将士们，到我这边来！今日为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，为父王报仇，杀光叛徒！杀！一个不留，为死去的将士们报仇。今日之战，不死不休！父王，女儿回来了，女儿替您报仇来了。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？公主饶命！臣等是被逼的，是二王胁迫我等身不由己啊！求公主开恩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。起来吧，既往不咎，但若有再犯，灭9族。记住今天，我父王的在天之灵看着你们。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多谢你们帮我夺回帝位，我吾当在此立誓，魔族与人界世代交好，永不相犯。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恭喜女帝，好好治理你的国家，别再让人欺负了，百姓是无辜的。留下来做我的王夫，如何？魔族的好东西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灵石、法宝、美人，随你挑。整个魔族都是你的后盾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已成家，不能辜负他。慕情还在家里等我呢。爹，您这艳福真是让人羡慕啊！一个是女帝，一个是美人，您真是人生赢家。随手就平定了魔族之乱，还扶了个女帝上位。你果然比本座更适合当宗主，要不你还是别走了，本座给你副宗主的位子。运气好而已，要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这条老命就交代在那儿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传位给我儿子？我等不及要退休了。传位诏书已经写好，就等黄道吉日了。不过要先从代理宗主做起，先让他试试，不行再换。你帮我盯着点儿。那没事，我得先回去看看剑馆怎么样。慕情一个人忙不过来。义父，大喜事！
圣女已经答应我的求亲了，我秦少卿终于要娶到心上人了，特地来给您报喜。这是喜糖。恭喜，好好待她，别辜负了人家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，我饶不了你。对了，武馆来了位第一美人，今晚要跳胡旋舞，我带您去开开眼界。据说比圣女还美，京城的人都去看。不去，我累了，想歇歇。刚从战场上回来，浑身是伤。听说她的美貌胜过妖族第一美人，看一眼都不亏。果真是妖族，这气息瞒不过我。他来京城干什么？这位先生气质不凡，与众不同。小女子贺连月，敬您一杯。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这酒，先生放心，没毒。我妖族之人不屑用下毒的手段，我先干为敬。我从小独具慧眼，能凭气质判断一个人的深浅。先生的资质必定绝伦，我见过无数天才，没有一个人有您这样的气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话直说，别兜圈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有话直说，别兜圈子。父王派我来和第一宗门天眼宗联姻，想挑拨修真界与魔族的关系，但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只想给孩子找个资质好的父亲。您是最好的人选。你在酒里下了药。好，来，先生醉了，扶他去客房休息，小心伺候。爹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走了？贺连玉，你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，这事儿没完。晚节不保啊，裴林渊，你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堂堂剑道第一人，被一个小女子算计了，传出去笑掉大牙。笑什么笑？他要是真怀上孩子，妖族将来就能凭着孩子血脉浑水摸鱼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这是大事。反正我打算把宗门传给裴叔管理，该操心的是你儿子，不是我。到时候让他去头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裴林渊，你杀我父亲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若不报，枉为人女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，那谁也别想好过。裴家父子，等着瞧吧！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，身败名裂。宗主大印在此，还有与魔族往来的密信。裴叔裴林渊勾结魔族，盗取大印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拿下！荒唐！这是栽赃！我从来没碰过什么大印，你们这是诬陷！别急，看看他们搞什么名堂，背后有人指使，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。你们逃不掉了，乖乖为雄霸师兄赔罪吧！带走，宗主夫人有令，格杀勿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本座要退位进修，冲击境界瓶颈。裴晨即日起接任代理宗主，统管宗门一切事务，由剑道第一人裴林渊从颇辅助。恭喜恭喜！我不干，你找别人，我忙着斗鸡呢，没空管这些事儿。爹，你是剑道第一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从来没跟我说过，你瞒了我多少事啊！别听这个二愣子瞎说，他嘴里没一句靠谱的。剑道第一人早都是历史了。陛下，这两人是魔族奸细，证据确凿，怎能让裴叔接任宗主？请陛下三思，这是谋反大罪！你以为本座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奸细吗？
宗主夫人熊氏盗取大印，栽赃忠良，罪不可恕，押入大牢等候发落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不可能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宗主夫人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我真要当宗主了，不是在开玩笑。认命吧，这烂摊子迟早是你的，躲不掉的。好好干，本座去斗鸡了，有什么事儿找秦仲。我去看看穆情的剑馆，你好好当宗主，别丢我的脸。记住，对得起良心就行。你们就这么甩手不管了？我还是个新人。裴凌渊，我已怀了你的孩子，这是事实，不容抵赖。你跟我回妖族，否则妖族100万大军已在边境集结。若你不从，大军将踏平天眼宗，鸡犬不留。我说到做到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妖族势大，我们挡不住啊！刚打完魔族，又来了妖族，天要亡我天眼宗啊！要不就答应他的条件吧，总比灭门强。一个人换整个宗门，值了。妖族势不可挡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天眼宗几百年的基业，今日就要毁于一旦。我劝你们识相点，交出裴凌轩。报！后方捷报，魔族女帝乌张率30万大军从侧翼突袭妖族后方，妖族腹背受敌，已全线败退，妖族伤亡惨重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乌当怎么会帮修仙界？他跟你们不是敌人吗？我宣布，裴凌渊是我的亡夫，谁若动他，就是与整个魔族为敌，不死不休。我帮你们退兵的条件就是，你做我的亡夫，这是约定，你不能反悔。我们发过誓的。凭什么？他是我孩子的父亲，理当跟我回妖族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巧了，他也将是我孩子的父亲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而且我比你先认识他。啊！老天爷，你饶了我吧！我一个老头子怎么就成香饽饽了？我上辈子欠了你们什么？爹，您这是为世界和平捐躯啊！我们都会记住您的丰功伟绩的，史书上会写的。既然三方都有意和好，本座做个和事佬，人族、魔族、妖族永结盟好，互不侵犯，如何？总算消停了。我这老命算是保住了。这宗主真不是人当的，早知道当初就不接这个烫手山芋了，一天到晚批不完的折子。宗主，边关粮草已调配妥当，3日内运达。另外，魔族使团明日抵达京城，商议通商互市事宜。女帝乌战亲自带队，辛苦了。对了，您那执法卷老当的如何？还顺手吗？有没有人找你麻烦？托您的福，顺得很。这半个月已经收拾了好几个贪赃枉法的家伙，宗中风清气正了不少，连我爹都夸我懂事了。来了，这剑馆生意兴隆，分店已经开了5家了。你爹说的天下第一剑馆，怕是真能实现。今天又接了3个大单。我爹呢？又去斗鸡了？后院呢，和你师傅斗鸡，从早上斗到现在，连午饭都没顾上吃，2个人较上劲了。好，啄他的眼睛，就是这样，上，本座要赢了！你的鸡耍赖！刚才他啄我鸡的脖子，这犯规！裁判呢？有没有人管？重来！师傅，您能不能把宗主之位接回去？我真干不了，每天批宗门政务批到半夜，头发都白了。您看我黑眼圈。不行，我现在过得舒坦，你别来烦我。斗鸡多有意思。爹，那您来当代理宗主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都没时间修炼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的修为就要荒废了。不去，忙着呢，没空。你没看我在斗鸡吗？正忙着呢。我先到的，理当让我先进，你有什么资格抢？排队去，懂不懂先来后到？你凭什么？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，你算老几？滚开！娘子，快走，咱们浪迹天涯去，逍遥田野，远离是非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去哪儿啊？
你这2个红颜知己可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会追到天涯海角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跑再说，大不了改名换姓。这就跑了？自己的烂摊子自己都不收拾，还剑道第一人呢！爹，您这艳福，儿子消受不处啊！您倒是跑了，我怎么办？这宗主还当不当了？